哦，神话先生，终于来了，不知女王陛下叫什么名字？大胆！斯特芬妮，我更愿意称你为美人鱼，您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。请随意。那就好，到我的别墅谈谈吧。美人鱼，说出你们的诉求。不是我们的诉求，而是您得按照我们说的做。您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，但是6大资本家族必须得由我们来掌控。还有呢？我们签署攻守同盟。等等，这个攻守同盟的意思是我帮你们打仗吗？也等于说认可了我的实力，能这样理解对吧？可以这样理解，您应该感觉到荣幸。我们从未与人签订过攻守同盟。有意思啊，继续说。第3点，你要服从女王陛下的调配。德米尔一口气说了10来条，全都是高高在上的要求。可以，全部答应。老大，闭嘴！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答应，但问题是我能得到什么？女王陛下，您总得给我点甜头吧？滚一边去，别挡着我跟美人鱼说话。退下。你想要什么？好香，还用问吗？别他妈跟老子装清纯。往好听的说，我想跟你发生点浪漫；往难听的说，老子想玩你。放肆！骑士团同时拔剑，空气中弥漫着血杀的气息。想开战吗？突然，一发狙击弹擦着女王的头顶飞过去，骑士团立马用利剑封住3金。我操！流血了，美人鱼，想不想喝我的血？神话，是你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的。猜猜外面有多少狙击手？再琢磨下你们来的人够不够一轮狙杀？别看你们来了很多高手，但全在我的狙杀范围之内。神话先生，是我的人不对，不如到此为止吧。如果不行呢？那就只能杀了。这里的确是你的地盘，但我既然赶来，也做足了准备。说说看。只要我出事，玛格丽公主会死，港岛的人会死，红门的人也会死。哼，几个女人而已，要杀就杀。对了，我还有个媳妇叫李红鱼，她是大夏智囊团的人，还有个老婆叫舒锦。只要你把他们抓来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不过现在嘛，你凭什么威胁我？既然如此，底牌也该揭开了。话音落下，比利6人走了进来，血族在内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不要惊讶，你们以为他们是乘坐私人飞机走了，其实他们坐的是猎人学校的战略运输机。现在合同已经签署完毕，比利他们把家族80%股份转给了我，所以没有你们血族什么事了。从现在开始，3金掌控了6大资本家族。明天事情会反转，因为猎人学校对100多起银行大劫案的恐怖武装实施了打击，找到了被抢的所有财物，包括所有的保险柜，挤兑潮会因此消失。6家银行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，并且与猎人学校达成深度合作。女王陛下，还有问题吗？这个反转让血族女王叹了口气。我们这么多年对6大资本的渗透，想不到让神话摘了果子。你赢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其实你还可以参与进来，陪我一夜，我们还能一起收割世界。血族女王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神话兄弟，你一定要上塔，我提供虎皮鞭。你们该回去了。还有，你们的接班人必须好好培养，我觉得港岛比较合适，1周之内送过去，没问题吧？隔天，猎人学校宣布对抢劫银行的恐怖势力实施了打击，损失的财物尽数找回，挤兑潮彻底消失了。短短半个月，一家名为和平的银行成立，瞬间在非洲、中东、欧洲的许多国家遍地开花。3金电话接到报，全是比利几人的汇报。老板，中东铺设还算顺利，但一国似乎扔俩导弹。老板，利比国不同意银行进驻。战斗机是干什么吃的？谁他妈敢挡我的财路，谁就得付出代价，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把一国打得通货膨胀，打到民不聊生。明白。3金那边搞得轰轰烈烈，让血族很难受。女王陛下，我们此次的损失很大，或许得采取行动了。根据情报，神话在役的女人正是李红玉和舒锦。派出神圣骑士团，务必抓到2人。猛地，秦王一脸怨恨地坐在屋顶。秦王，赶紧把人参吃掉，我这还有野枸杞，抓紧时间，天快黑了。我好想逃。帝都胡同里，2名黑山百无聊赖，天天看胡同，无聊死了。什么时候才有送上门的1等功？我太想立功了，太想进步了。送2个1等功过来吧，我也想进步。距离中东小卖店上线还有半个月的时候，数千107火箭炮聚在蚁国周边，火箭弹不要钱似的疯狂轰炸。神话老弟，没必要掀起中东战争吧？这是我们共同利益所在，一旦乱起来，对咱们小卖店的影响非常大。佛伦斯议长，我很爱老婆的，你能理解吗？佛伦斯都习惯了，这是3金又在找借口。我老婆想让我开个银行赚点钱，但一国根本不给我老婆面子，这算什么？可以不给我面子，但是不给我老婆面子不行。现在只是开胃菜，进入战场的只是107火箭炮而已。既然你们不管小弟，那我就只好动手了。不如这样，我把你们双方约在一起，坐下谈谈。可以。隔天，佛伦斯带蚁国外交大臣亚伯拉罕来到猎人学校谈判。神话先生，请立即撤兵，否则我们将会采取一系列必要的行动。什么行动？老子什么时候派过兵？本以为我已经够流氓了，没想到你们比我还流氓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一起采取行动。你们面对的是雇佣兵，我面对的是平民。你，我怎么了？你们还真牛叉，给我扣莫须有的罪名。信不信我现在派兵？神话老弟，亚伯拉罕先生他习惯国与国之间的谈判，不要太在意。让他知道我的作战风格，会不会一口气把所有导弹扔过去？当然会，给我个面子行吗？
可以，5000一刀，这是我要求的赔偿。如果不同意的话，我不介意掏出5000一刀发动真正的战争。不可能，我们是不会接受勒索的。立即向加沙地区调动2个整编师，军舰进入地中海，所有导弹发射架启动。神话老弟，事情没到那个地步，乙国要的是和平，你要的是面子，完全不冲突。我说一个数字，2000一刀。佛伦斯议长怒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这次不准有任何问题，也不准讨价还价。好。亚伯拉罕大哥，其实我没有恶意，但总得给老婆个交代不是？被黑了2000亿，佛伦斯2人告辞离开。佛伦斯议长，你们怎么能妥协？淡定，他已经走在作死的路上，要不了多久，神话就会成为历史。佛伦斯说的没错，3金把能惹的全都招惹了一遍，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。老大，你摊子铺得这么大，我实在忙不过来了。欧文跳槽过来，不仅要处理战争经济，甚至给部队发军饷都得他来处理。我对你如此信任，我快老死了。我承认在这过程中贪污了3000万刀，拿着花就是了，怎么能叫贪污？欧文，你在别的地方得到过如此信任吗？给我配个团队行不行？我给你配个天才如何？小丽3金科，大学读得怎么样？我很努力的，上不上都无所谓。你读的哪个学校？燕京。我去，人才就是人才，不管在哪个领域都一样。你在学校等着，到时候会有人接你。这是个天才，把你的那些东西全都交给他，没问题吧？他什么都不会吧？他可以什么都会。老板，有钱就他妈组建团队，老子说过让你一个人干了吗？凌晨2点，24名神圣骑士团精英摸进了蒙地，整个屯子静得出奇。不远处，金狗子冷冷地盯着他们。有埋伏！突然，一颗火箭弹从北面高处飞来，神圣骑士团顿时被炸懵了。马德，不是说大下禁枪吗？怎么乡巴佬还有火箭筒？出现这么大动静，数十个村民提枪冲了出来。老公，快点，赶紧抢功劳，涨工资的机会来了。你先过去，我提重机枪，看能不能多杀几个。别找重机枪了，拿狙击步枪上屋顶，赶紧抢。村里几十户人家，全是被安排在这里保护李红鱼母子的。老婆，终于有活干了。